是清慧博士。今天要来聊一下 ChatGPT 这位当红炸子鸡哦。ChatGPT 是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它会根据训练数据的生成来回答。那训练数据的资料是从哪里来呢？通常就是从网络上找到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现在呢是被捧到半边天，因为真的太好用了。可是呢，我今天要来说它的坏话，因为呢 ChatGPT 虽然好用啊，但是它给的答案却是错误百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你都以为它是全能的，答案100%正确，对不对？并不是。可是问题来了，那你可以判断 ChatGPT 有没有在胡说八道吗？如果 ChatGPT 的答案啊现在是半真半假的话，你会知道他说的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吗？之前呢，有伙伴热心的分享现阶段 ESG 相关商业法令的讯息，分享在群组里面。因为那是一个专门分享 ESG 相关知识的群组哦。继我还为了表现自己是个好学、乐于分享的好组员，我就没有经过任何查实的，就热心的把这些资讯就做成了心智图，还觉得自己很棒，这样子比较好理解，也就跟着分享起来了。分享完没多久啊，群组里面就有人出声了。就是他说他去查了一下，发现里面的每一条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别想太多。什么100%的虚假率，这一点还是令我震惊不已啊！问了原分享者之后啊，原来这条讯息是 ChatGPT 的产物，100%都是假的。ChatGPT 真有你的，我顿时冷汗直冒啊！让我冷汗直冒的是，我竟然在不知情而且没有做任何核实动作的情况之下，帮忙分享了 AI 创造的假消息，而成了假消息传播的帮凶，超久的。想想这其实还蛮恐怖的，因为别人就算了，好，别人也没有就算了，但是呢，我可是自诩为 ESG 专家的人耶。我竟然看到讯息来，我就全盘接收，还想说可能是气候变迁因应法不算商业法规，我还很亲切的自己加上去，让这个讯息加入了20%的正确性，结果就更难查实了。我还帮忙宣传呢，知道的当下我真是超级眼神死啊！这一连串的错误操作啊，真的是让我这个 ESG 专家的名号超级懒散、超级失格的。虽然我第一时间亡羊补牢的赶快做了一个官方资料的汇整版，但是这个事件在我心中的确已经造成了一个核弹级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 AI 时代中的冰山一角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故事。面对着 AI 越来越多的胡说八道，我们人类是越来越没有核实的能力了。照这个样子下去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假消息的传播，而且情况是越离谱越夸张的假消息就会更让大家无脑转发。可想而知，在不久的将来，真相和独立思考这些都会变成是超级稀缺品了。又或者其实真相本身是什么，大多数的人根本不在乎。因为面对我着急的道歉还是会有人说，哎呀，这种无伤大雅的错误也没什么嘛，不用太在意。但其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还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让我如何能够感到不惊慌啊？不过 AI 就是这个时代的趋势，现在这些发展这些乱象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这种发展的趋势。我现阶段所想到的解决方法，也就是只能仔细观察、仔细查证，尽量的帮忙释放更多的真消息，通常就是官方的资料、官方的消息哦。因为AI 就只是个工具它的学习模式就是在网络上和自己训练资料库中海捞资讯。要是它捞到的资讯都是垃圾，都是假消息，那它就只能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它能够产出的就只有假消息啦。与其在这里担心害怕被 AI 取代或者是科技害人，还不如想办法善用 AI 这个工具，然后呢厚植自己的实力，让自己更有能力、更有独立判断思考的能力，可以解读 AI 答案的真实性。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我也会更小心我找到的各种文献和资料了。也建议你对 ChatGPT 和未来其他同类 AI 的答案不要100%相信，
因为就算它的逻辑100分，你还是要时时感到怀疑，一定要做到查证跟核实的步骤。这当中啊，最可靠的资讯来源当然就是官方资料，尤其是啊，现在各种碳政策啊、碳规则啊、ESG 规则，还是要找回官方的资料，不管它是哪一国。在台湾的话，就是我们政府的官方资料嘛；在欧盟的话，就是欧盟的官方资料；然后美国也是要找美国的官方资料。你可能会说，可是这些官方资料可能都是英文啊，或是其他的外文啊，我看不懂怎么办？那你可以叫 ChatGPT 翻译啊，它翻译还是很厉害的。或者你可以按 Google 右键，就可以有翻译成中文的选项。就算翻译的没有很完美、很到位，还是可以让你知道重点，也绝对比你自己看英文来的快多啦。那也可以对 ChatGPT 进行交叉问答，就很像质询，有没有？试试看用不同的类型的问题来评估它的回答准确性和可靠性。但是这边的风险就是，要是它的资料库就是垃圾掩埋场的话，你不管怎么问也问不出正确的答案的。所以啊，跟 ChatGPT 和 AI 啊相处时，还是要非常小心的。我们也要时时记得啊，我们人类的脑袋是个好东西，也千万不要让自己停止思考啦。AI 给的答案可以当参考，但是拜托也务必要自己多查核、多核实。希望今天发生在耳机我身上的悲剧不会也发生在你身上啦。然后提醒你要多做的一步就是啊，查证完请记得把自己查到的事实也顺手喂回给 ChatGPT， 让它的资料库里面多一点正确资讯，让 AI 黑化的速度慢一点，我们也是功德一件啊。哎呀，我那一天才刚抱怨说，因为 AI 的崛起，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难混了。结果马上就出现了这些难混的证据，然后我还踢到了这么大块铁板。从今天开始啊，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多疑的阿基，除了官方资料之外，我一律不信了。在这个新规则满天飞、谣言也满天飞的年代里面，我们还是非常需要保持自己脑袋的清明和独立运作思考的能力啊。面对 AI， 我们还是需要自立自强啊，和你共勉之哦。但是面对这个年代里面这么多的碳相关的新规则、新趋势、各种新商机，还是需要有足够的基础知识，才会有基础的判断能力呀，对不对？那这些判断能力的底气，你要怎么来呢？当然还是要靠平日的累积呀。如果是关于近邻 ESG 方面的啊，我还是诚心推荐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盖亚律师塾。我们和别的群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拒绝当布告栏。你一定知道，大部分的知识型群组都只是在分享各种不同的别人写的文章。说分享，其实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分享连结的布告栏，分享来分享去，但其实完全无法看到分享者心中的想法和判断。但是啊，在我们盖亚律师塾里面啊，我们坚持只分享自己汇整过的第一手资讯。就算是分享文章，分享者也必须要陈述自己的观点。未来啊，就是一个 AI 制霸的年代，利用 AI 的力量要创造一个内容农场实在太容易啦。但是呢，我坚持我们的社团呢，一定要有人类的思考和温暖的灵魂。虽然盖亚律师塾这个社团只是刚起步，我自己定位在我们社团就是一个温暖小清新的绿色知识社团，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小清新的行列啊！好啦，今天这个影片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在面对 ChatGPT 和未来的 AI 机器人的时候，虽然它逻辑可能很好，但是它也非常的擅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请千万还是要做好查核和查证的工作啊！查证呢，最保险的当然就是官方正式资料。另外，你查证完也请顺手把资料喂给 ChatGPT， 好让它的资料库有更多的正确资讯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是秦慧博士，我们下个影片见，嘿，拜拜。